你曾经以为奇迹是某种突如其来的改变，像是命运忽然转弯，像是某一天醒来，一切就不一样了。于是你等待，等待机会，等待转机，等待某个外在的讯号，来证明你正在往对的方向走。可是在等待的过程里，你其实并不安定。你会怀疑，是不是还不够努力？是不是还少做了什么？你开始往外寻找更多方法，更多答案，试图让事情快一点发生。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反而越混乱。你一边想相信，一边又忍不住焦虑，一边告诉自己会变好，一边却无法真正感到踏实。那种分裂让你很累。直到某个时刻，你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，也许你一直在等的那个改变，并不在外面，而是在你里面。这个念头一开始很轻，甚至有点不确定，但它让你停下来。你不再急着寻找下一个方法，也不再拼命解读每一个结果。你开始把注意力慢慢收回。你问自己，现在的我到底在相信什么？这个问题不像过去那样容易回答，因为你发现你的想法和感受并不总是一致。你嘴上说相信，内在却充满不安。你表面看起来平静，心里却在不断预想最坏的可能。那些没有被说出口的部分，其实一直在影响你。当你开始看见这些不一致，一种新的理解慢慢浮现。原来，外在之所以没有改变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内在的讯号还没有对齐。这样的看见没有让你责怪自己，反而让你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你终于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，不是在做更多，而是开始诚实。你开始承认自己的不安，承认那些你一直试图压下的怀疑，承认那些不敢说出口的恐惧。这样的承认并没有让你变弱，反而让你开始变得完整。因为当你不再分裂，你内在的能量开始聚集。你不再一部分向前，一部分却拉着自己后退。你开始站在同一个方向。那种对齐不是强迫自己正向，而是让所有真实的部分都有位置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状态改变了。你不再那么急，也不再那么害怕。你开始做选择，不是因为你需要证明什么，而是因为那样做让你感觉更接近自己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外在的变化悄悄出现。有些事情不再那么卡，有些机会在你没有刻意追求时出现，有些人自然走进你的生命，带来你刚好需要的支持。这些看起来像奇迹，但你心里知道，它们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们只是回应了你内在的改变。当你不再抗拒自己，当你愿意让内在一致，你与这个世界的连结就变得清晰。你发出的讯号不再混乱，而世界也终于能够准确地回应你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奇迹从来不是外在的礼物，而是内在对齐之后自然浮现的结果。你不需要再拼命追寻，你只需要回来，回到那个真实的位置。当你站在那里，一切原本看似遥远的可能，都会开始向你靠近。有一段时间，你总觉得世界在为难你，事情总是卡住，计划常常被打乱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阻力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，或者这个世界本来就不那么友善。
于是你更努力，更小心地说话，更谨慎地做选择，试图避免犯错，试图让一切变得顺利一点。但奇怪的是，越用力，那种对抗感越明显，像是你在往前走，却总有一股力量从另一个方向拉着你。那种感觉让人疲惫，直到某个瞬间，你开始怀疑，也许问题并不在外面。这个念头一开始有点不舒服，因为它意味着你需要把视线从世界移开，转回自己。那并不是你习惯的方向，但你还是试着停下来。你没有立刻改变任何外在的行动，只是开始观察，观察自己的反应，观察那些让你不舒服的时刻。你发现，每当事情不如预期，你内在会立刻出现一种紧绷。你开始抗拒，开始用力想控制结果，而那份用力其实早就让你偏离了原本的状态。你不是在回应当下，而是在对抗一种想象中的失去。这样的看见让你有点安静下来。你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不急着改变外在，我能不能先让自己稳下来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它让你慢慢转向。你开始练习，在事情发生时，先回到自己的感受，不是压抑，也不是放任，而是单纯的看见。看见那个焦虑的自己，看见那个害怕失去的自己，看见那个很想把一切掌握好的自己。当你不再否定这些部分，它们开始松动。你不再需要那么用力的控制，也不再急着证明什么。你开始允许事情有它的节奏，而就在这个过程里，一些细微的变化出现了。同样的情境，你不再那么容易被拉走。同样的对话，你可以更稳定地表达自己。同样的等待，你不再那么焦躁。外在的世界好像没有立刻改变，但你与它的关系已经不同了。那种原本的对抗感慢慢消失，不是因为世界变得顺从你，而是因为你不再与自己对抗。当你内在开始一致，你不再一边渴望结果，一边又怀疑自己是否值得。你不再一边前进，一边又拉住自己。你开始站在同一个方向。这种对齐让你的行动变得简单。你做选择不是出于恐惧，而是出于清楚。你回应世界不是为了避免错误，而是因为那是你真实的表达。而世界也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你。有些事情变得顺了，不是因为你更努力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阻碍自己。有些关系变得轻松了，不是因为对方改变，而是因为你不再压抑或过度迎合。你开始感觉到一种流动，事情依然会有起伏，依然会有不确定，但那种对抗的感觉已经不再是主旋律。你不再把世界当成敌人，也不再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，你只是站回自己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当你开始与自己对齐，你不再需要与世界对抗，因为真正的拉扯早已在内在结束。有时候你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而是怎么做都还是觉得不安。你试过调整计划，试过让自己更有效率，甚至试着让一切看起来更有掌控感，但那种不稳仍然在某个地方轻轻晃动，像是地面看似平整，脚踩上去却没有真正的踏实。你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外面，是不是环境不够好？是不是时机不对？是不是还少了什么条件？于是你继续修正外在，换方向，换方法，换一种更应该有效的方式。
但越是这样，你越发现一件事：外在可以被调整，却无法真正带来稳定。它顶多让你暂时安心，却很快又被新的不确定取代。那种反复让你开始疲惫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停下来。不是因为你找到答案，而是因为你开始意识到，也许你一直在忽略一个更根本的地方。你把视线慢慢收回，你不再急着处理所有事情，而是先问自己：现在的我到底在不安什么？这个问题不像外在那么具体，它没有立即的解决方案，却让你开始靠近一个更真实的层面。你开始看见那些不稳的来源，其实并不在事情本身，而是在你如何看待自己。当你怀疑自己是否足够，任何结果都会变得不稳。当你害怕失去掌控，任何变动都会被放大。当你把安全感交给外在，你就必须不断追赶它。这样的看见让你有点安静下来。你开始明白，如果内在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位置，外在再怎么稳定都会被动摇。于是你开始尝试一件新的事，不是再去改变环境，而是练习让自己停留。当情绪出现时，你不再急着压下，而是允许它存在。当不确定升起时，你不再立刻寻找答案，而是先让自己呼吸。这些看起来很小的动作，却慢慢改变了什么。你开始发现，你不需要立刻解决一切，也可以待在当下。那种还没确定也没关系的空间，让内在出现一种新的稳定，不是来自掌控，而是来自允许。你开始学会陪着自己的波动。当焦虑来时，你不再被它完全带走。当情绪起伏时，你依然知道自己在哪里。这种感觉一开始很微弱，但它会慢慢累积。你会发现，即使外在还没有完全稳定，你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动摇。而当内在开始稳住，外在的变化也跟着出现。你做决定时，不再只是反应，而是有了清楚的依据。你与人的互动不再那么紧绷，因为你不再需要从对方那里获得确定。你面对变动时，多了一份弹性，而不是恐惧。这些改变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们是内在稳定之后自然延伸出来的结果。你开始明白，真正的稳定不是让世界不变，而是让你在变动之中依然不失去自己。当你有了这个位置，外在的一切才有可能慢慢安定下来，因为你不再用不安去回应世界，而是用一种更稳的自己去走每一步。事情不是突然变乱的，它更像是一种累积，一点一点堆叠，直到某个时刻，你终于感觉到自己被淹没。讯息很多，选择很多，情绪也很多。你试着整理，试着安排，试着让一切回到掌控之中。但越是这样，那种混乱反而越清晰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不是你不够有条理？是不是你还不够冷静？是不是只要再努力一点，一切就会变得井然有序？于是你更用力，更快地做决定，更严格地要求自己，甚至试图压下那些让你分心的感受。但那份混乱没有消失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，藏在你的疲惫里，藏在你的烦躁里，藏在你明明已经做了很多，却仍然觉得不对劲的感觉里。直到某个瞬间，你停下来，不是因为你整理好了，而是因为你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对抗。
你坐在那里，什么都没做。一开始，那种空白让人不安，因为你习惯用行动填满一切，习惯用处理事情来让自己安心。但此刻，你没有再继续，你只是呆着。然后，你开始注意到一件事，那份混乱其实不只是外在的，它也存在于你内在的状态里。你的思绪很快，情绪很慢，内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，同时在拉扯你。一个想前进，一个想逃开，一个想证明自己，一个却已经很累。那些声音没有被整理过，只是被你带着往前走。于是，混乱就这样形成了。当你看见这一点，你没有急着修正，你只是开始听那个焦急的部分在说什么，听那个疲惫的部分需要什么，听那个不安的部分在害怕什么。这样的过程很慢，甚至一开始你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到，因为你没有解决问题，没有让事情变少，也没有立刻让一切变得清楚。但在这个停留里，一种细微的变化正在发生。当每一个声音都被允许，它们开始不再那么混乱。你不再同时被拉往不同方向，而是慢慢能分辨现在的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有些事情不再那么急，有些情绪不再那么强烈，不是因为它们消失了，而是因为它们被看见了。这样的看见带来一种秩序，不是外在的整齐，而是内在的清晰。你开始知道哪些是重要的，哪些可以放下，哪些其实只是习惯性的紧张。当内在开始稳住，你再回头看那些原本混乱的事情，它们依然存在，但不再压倒你。你可以一件一件的处理，而不是同时承受全部。你可以停下来调整，而不是一直往前冲。那种感觉很不一样。世界没有变简单，但你不再混乱。于是事情开始有了顺序，不是你强迫它们排好，而是你内在的状态，让它们自然地回到位置。你终于明白，真正的有序不是来自外在的控制，而是来自内在的稳定。当你开始稳住自己，那些原本让你不知所措的混乱，也会慢慢的显露出它们原本的脉络。有一种混乱，不是来自事情本身，而是来自你来不及呼吸。你还没消化上一个情绪，下一个已经涌上来。你还没整理一个念头，另一个声音又开始催促。一切都在往前推，而你被夹在中间。那种感觉像是被时间追赶，又像是被自己追着跑。你试着让自己冷静，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，不要反应太快，甚至提醒自己要放松。但越是这样，身体反而越紧，呼吸变浅，胸口变窄，整个人像被收紧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。你开始意识到，不是你不够理性，而是你已经太久没有真正呼吸。这个发现很简单，却带着一种突然的停顿。你没有再去想接下来要怎么做，只是让自己慢下来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一开始，你甚至不确定这样有没有用，因为外在的一切还是那样存在。事情没有减少，情绪也没有立刻消失，但在那一吸一吐之间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点空间，很小却真实。你不再被所有东西同时淹没，而是有了一个缝隙，让你可以站在里面。那个缝隙就是你与混乱之间的距离。你开始继续呼吸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，
也不是为了控制什么，只是单纯的让身体回到它原本的节奏。慢慢的，一些东西开始改变，那些原本很尖锐的感觉变得没有那么刺痛，那些不断涌上的念头不再那么急着占据你，它们还在，但变得比较柔软。你开始发现，混乱并不是敌人，它只是过度累积的讯号。当你没有空间承接，它就会变得剧烈。当你开始呼吸，你给了它一个可以流动的地方。这样的流动不是压制，而是一种释放。你不再需要立刻理解一切，也不再需要马上做出最好的决定。你只是让每一个当下有一点点余裕。这个余裕慢慢扩大，你开始能够看清哪些事情真的需要处理，哪些只是暂时的波动。你开始能够感觉哪些情绪需要被照顾，哪些其实会自己过去。而这一切的开始，都只是因为你停下来，让自己呼吸。你没有改变世界，也没有消除混乱，你只是改变了你与它的关系。当你稳住呼吸，你不再被卷入每一个起伏，你开始像站在水面之上，看着波纹扩散，它们依然存在，却不再淹没你。于是你慢慢明白，真正的平静不是没有混乱，而是当混乱出现时，你依然能够呼吸。而当你愿意这样陪着自己，那些原本让你窒息的片刻，也会一点一点的变得柔和。你不是没有努力过，你曾经很用力的想改变一些事情，想让它变得更顺利，更符合你心中期待的样子。你调整方法，修正方向，甚至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坚强一点。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感觉到一种隐约的疲惫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你一直在对抗现况的不如预期，对抗事情的进展太慢，甚至对抗那些你不愿意面对的结果。你总觉得只要再多做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就能把一切拉回理想的轨道。但那条你以为应该存在的轨道，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。这个发现一开始让人有点失落，像是你一直相信的某种秩序忽然松动了。你停在原地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。也是在这样的停顿里，你开始看见一些过去忽略的东西。你发现现实其实一直在说话，只是你很少听。它透过事情的进展，透过每一次不如预期的结果，透过那些你觉得卡住的地方，一点一点地提醒你现在的状态，提醒你哪里需要调整，提醒你有些方向也许本来就不适合。但过去的你总是急着修正它，你把那些讯号当成需要被克服的阻碍，于是你更用力，更执着，更想证明自己可以突破，直到你开始累了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停下来问，这条路真的还需要继续这样走吗？这个问题让你慢慢转向，你不再急着改变现实，而是开始观察它，观察事情怎么发生，观察自己怎么反应，观察那些重复出现的模式。你开始发现，当你不再对抗，很多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僵硬，它们会动，会变，甚至会带你走向你没有预想过的方向。这样的变化一开始让人不太安心，因为你不再完全掌控，但同时你也不再那么紧绷。你开始试着跟着当下走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回应。当机会出现时，你看见它，而不是怀疑它是不是，
不够完美。当阻碍出现时，你停一下，而不是立刻用力突破。你开始理解，现实不是敌人，它更像是一种合作的关系。当你愿意听，它会提供方向；当你愿意调整，它会带来新的可能。你不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，也不再需要把每一个结果都变成一场胜负。你开始用一种更柔软的方式存在。你依然前进，但不再用对抗的姿态。你依然选择，但不再忽略当下的回应。而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会发现一件事：事情开始变得顺了。不是因为一切都如你所愿，而是因为你不再与它冲突。你走的每一步都比较贴近现实，也比较贴近自己。那种一致带来一种新的力量，不是来自控制，而是来自合作。你终于明白，当你不再与现实对抗，你才真正开始走进它。而在那里，很多原本看起来困难的事情，也会慢慢的为你让出一条路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